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谢龙介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林佩祥委员。哇，这个洛杉矶野火很惨哦。那说现在是24个死，16个失踪，我想不止了哈，因为一烧成灰烬，很多时候看不到哈。那说已经烧到一个旧金山那么大哈。那而且本来说前2天说火慢慢小了，现在说什么魔鬼风又起啊，哦，说哇，而且向东走就可能烧到 UCLA 这些很重要的学校啊等等哈，还有那个 Getty Museum 盖提那个博物馆那是非常棒，我去看，里面珍藏很多很多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收藏品等等哈。那他们叫 Getty Museum 撤离 ，Getty Museum 说我们不撤，说我们的防火设施做得很好，不知道会怎样哈。那说找不到原因了，所以也不是这个闪电，好像也没有抓到人家纵火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哦？那现在搞不太清楚哦，还在继续追查哈。那有5个地方起火，有5个火场啊。那说这个最大的火势只控制了11%。这个恶魔风在14号会飙到最高处，还没到呢哦，所以大家都这个很紧张哈。那另外呢，川普讲话了，说加州的官员呢，州长啊什么无能哦，纽森的纽扎哦，加州州长叫纽森嘛哈，说他们在干什么哦？要水也没有水哦，那飞机呢，这个要救火的飞机也没有水，通通没有水，那水去哪里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呢，它只会保护没有价值的鱼，就是濒临绝种的鱼了哈。那说只会保护这叫做三角洲银白鱼啊，说把水都去保护鱼去了啊，也不知道这个充实消防设施就砍预算啊，州长啊，这个市长啊都是砍这个消防的预算等等哈。好，所以洛杉矶的灾难都是他的错。加州州长说不要来讲，你来看看灾看看嘛，你到现场来看啊，你上次都有来看，你这次不来看，光那边讲。空白话讲白话有什么用呢？来啊，讲空话啊！那没水，消防车没水，所以呢，州长说要下令彻查。你现在彻查也来不及了，彻查有什么用呢啊？那而且呢，现在麻烦的是空气也污染了，水也污染了，说水也不能用，也不能喝，洗澡都不行，宠物都不能用那个水，哦，狗啊猫都不能用那个水，那只能用瓶装水了哈。那说呢，水都被污染了哈，而且呢，这个说要居民哈。这个待在室内，因为外面呢也有毒的这个雾霾都有了哈，所以怎么办？呼吸也不行，喝水也不行。那另外说这对富豪夫妇哈，因为他们呢去种很多的，他们是最大的食品公司 The Wonderful Company 啊，说他们呢这个每年用水量到了1500亿加仑，是加州整个用水的92%都他们在用啊，所以大家就怪他们，说他们把水用光光了哦等等哈，而且各种宵小趁火打劫都出来了。有人还假冒消防员，穿着消防员的衣服呢，去那边抢、去偷哦，到人家反正各种这个，而且要另外就是加价、哄抬物价、趁火打劫哈，都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一栋栋别墅外停着整排消防车，加州消防员正努力跟时间赛跑。洛杉矶最严重火场太平洋断崖控制率还是不到15%，白天黑夜狂烧不止。More than 60 square miles, nearly the size of Washington, D.C., have been utterly scorched. It is complete and utter devastation, like a war zone. 消防员搭直升机用水弹轰炸，阻止火势蔓延。不远处的伊顿灾区同样民宅狂烧。画面一片橘红，还好控制率慢慢爬升，已经超过1/4。The Eaton fire is now estimated to be 14,117 acres with 27% containment. 不过接下来几天，俗称魔鬼风的圣安娜焚风来势汹汹，火势情况恐怕加剧。So there is a red flag warning in effect for this area until 6 p.m. Wednesday. 加州州长纽森也前往灾区视察，但大火延烧至今，不止消防栓没水，还传出附近的水库停摆。
先前准总统川普就曾炮轰纽森超无能，如今又再度大骂无能的政客不知如何灭火，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不过纽森回应到：“要不你亲自来看。” Well, I called for him to come out, take a look for himself. We had support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We'd like to extend that to the President-elect. 目前洛城地区还有5场野火肆虐，连日的火势已经造成至少16人罹难。来，凤琪。其实加州最近这几年呢，几乎是年年都是野火，只是看那个野火呢燎原的状况到底有多么的严重。那么这当然是天然灾害，起因是天然灾害，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这一场加州野火凸显出美国现在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以束手无策，它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美国呢其实是迷信资本市场的一个社会。那你像台湾的话，我们水资源一定是掌握在自来水公司身上，然后呢，整个救灾工作一定是中央跟地方全面通通都投入。但是呢，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先从市场开始来做起。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还有包括了属于救灾的部分，他都要去算那个成本效益。那个算那个成本效益就算几率啦，然后呢，我这投入多不多啦？如果不多的话呢，如果说那个效益不够大的话呢，干脆就让它烧光好了。所以他们每一次应对野火的方式，常常处理的方式就是烧完了就结束了，或者天候转变了就结束了。结果我去查了资料呢，他们其实最长有烧50几天的，所以他这期才刚开始。我希望他能够很快的结束，但是需要看的是天候，天候如果配合的话，它才能很快的结束。这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我先提一下，就是加州呢一年的 GDP 3兆美元，3兆美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全世界。如果你算单一国家的话，第6大，超过英国，然后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然后还有这个日本、德国以及这个印度，然后排名第6，还超过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很多很多的国家。可是现在你发现到说，问到说没有水的问题，我去查一查水源在哪里。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有大量的受灾户没有保险。因为私营的保险公司都退出了，然后消防人员人数不足，这么有钱的一个地方，现在他们的救火消防要靠加拿大来支援，连墨西哥都已经派了消防人员去救援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呢整个束手无策的状况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里面呢，当然是他政治上面出了极大的问题。那么共和党跟民主党，一个主张小政府，共和党要小政府，所以一切都私人经营。然后呢，民主党呢还主张说政府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最近这一段期间民主党它的政府的角色大量的用在 DEI， 也就是多元平等包容。那这个多元平等包容的这种多元共融，让吃掉了他们非常多的预算，环保也吃掉他们很多的预算，也让他们所有的开发都变得动弹不得。而这个动弹不得，你又放任人口不断的增加，你本来就是一个缺水的地方，结果你放任你的人口增加，但是你没办法开辟任何的水源，现在就是加州目前的现况。那么这是在民主党的问题。那共和党要的就是小政府，小政府就是我政府最好不要花钱，通通都是民间机构自己来做，保险民间做，水库的管理民间来做，然后水库的开发民间来做，一切都让民间来做，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然后到了最后呢，等到你这种复合式的灾难很大的时候，理论上如果在台湾一定国军出动，在亚洲社会一定都是军队出动，可是在美国不会。美国的军队在这一类的复合式灾难绝对不出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加州的这种野火不断的出现，会让包括美国民众在内对政府的信心都会降到谷底。反正现在这个魔鬼风又起来了，到底会有多大的灾害我们看一下。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火场里的热气让气流上升，把周围的火苗、余烬跟烟尘通通卷了进来，空气快速旋转，是真实的火龙卷奇观，就出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现场。从直升机空拍也可以看到，强风吹拂之下，野火难以控制，迅速蔓延。这波野火已经发生超过5天了。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homes,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tanding for decades, are just completely gone. And we understand in so many of these cases, they had just a few minutes when they realized this fire was coming to get out. 要是最严重的断崖大火继续往东面人口稠密地带延烧，恐怕数十万人都得撤离。消防员能灭火的空档很有限，因为接下来几天风速会增强，新一轮的圣安娜焚风即将报道。They need a break. Will they get one? Not in the near future, unfortunately, no, because now we're already starting to see those winds ticking back up here in just about the last hour or two. More and more of them are getting up into the teens and even into the 20s. And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next few days with the Santa Ana winds kicking up. So we're just praying and hoping that doesn't happen. But we're very scared. 消防队的直升机从水库取水灌救，仿佛杯水车薪。加州异常干燥也是野火的主因之一，但是关键时刻灭火的用水严重不足，加州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消防局缓颊说，就算没有缺水，风太大也是没办法灭火。气象专家纷纷警告，要是强风跟干燥两个自然条件没有改善，洛杉矶野火恐怕还得再烧好几天。以前有个电影很有名，叫《Perfect Storm》就是完美风暴，所有的条件都符合，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暴。那他们现在说这是Perfect Fire， 整个的条件都适合火在这样烧所以民众就惨了。龙介兄，这个山火以前有时候可以让它放任它自然，以前都是自己去消灭，最多就是防火线、防火道，就是防火的隔离道那最后就。可是当这个焚风的风向，就是你讲完美的条件通通到的时候，然后一烧到城区，就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你看看美国跟我们呢，今天假如就像刚刚凤馨讲，亚洲国家像我们台湾蓝绿白再怎么恶斗天灾来的时候非执政的几乎就不讲话的。可是川普现在要上来，他开始开干了。因为你马上要面临这个火，搞不好到2月都还烧不尽的，所以他现在就是先把这个责任一推。我们想不到说怎么会这样子。那你再看看这个州长，他现在要去检测，拜托我们这个消防法规、消防栓的这些水压是要定期检测的。对，你没有，你怎么可能？烧到城区怎么会没有水呢？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乱了套。那所有的灾害包括你刚刚讲有一些保险有人有保险的，可是有人是没有保险的。那有一些是保险公司不愿意保的。你像农保就有些你焚风烧起来烧起，我跟你讲，你有人要保人他就不保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很大。每年会发生，所以我就是不接这个比较风，或者你就是保费要加高，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那还好，就是我们也没有听到说我们的孩子，加州是我们很多台湾人到那边生活的地方几乎我们身边的朋友听到了没有一个有受伤的，说有惊吓。顶多是撤离而已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没有钱住在那个地区里面，那是全洛杉矶最贵的，只有大明星才能住，那个房子几千万美金的，一般华人不会住这种地方。有一个豪宅区有1.25亿的豪宅，这个可以让国内的政治人物看一下这个政治救灾学，美国现在这么搞，我跟你讲，下一次台湾有灾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学着他这样一样是恶搞。不，基本上这也从某个角度看，我刚刚也在想，有点像那个地球的反扑了那个地方本来是沙漠地带，盖那么多房子然后呢，很多都在海边我常常想说，将来地球暖化，那个海水起来的时候，海边那房子不是都完蛋了吗？那另外呢，那真的都是最贵的区它高view 好好莱坞什么那些大明星都住那一区，这下子惨了。别讲，我自己在洛杉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其实
我在洛杉矶在回来台湾之前，从2006年到2009年，其实每年都有 wildfire， 只是一年比一年更严重。那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听说加州的 wildfire 很严重，说可能会危及生命。我在美国差不多17、18年前还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讽刺的，就是说，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那加州是自由，就是自由派的大本营，在政治学派里面来讲，自由派永远都是对于这个环保，对于这个什么 global warming 这个全球暖化，他们特别重视的。但是在这一次这几年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经费放在上面，他们反而把经费放在一些像是大内宣，像是说有关DEI，有关说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甚至花很多钱在做大型的这个说我们加州有多漂亮多好，反而是最基本的环保，反而是最基本的这个怎么去把野火这件事、把停下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过去我在洛杉矶从1995年待到2009年，那这14年间没有错，洛杉矶有时候当然夏天很热，然后冬天可能会有焚风，可是如果一场大雨下来，马上就扑灭了。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看到的 global warming 这个全球暖化，其实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导致说那很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经费都有限，但是你经费的取舍，你经费的配备，理论上来讲，你知道这个 wildfire 这野火已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就应该放多一点在上面，应该再说你可能无人机啊各方面的科技，当它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扑灭掉。但是很明显的，加州州长并没有这样做。那川普刚好进来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在提说，川普是完全反对 global warming 的。但是相对比较起来，如果说川普一个保守的政党，共和党的元首，他出来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当初过去4年拜登到底做了些什么？这过去4年之间，那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如果连加州都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他们在于整个预算上面，他们分配的失衡呢？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很值得审视的。我们在台湾有治水预算，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不同的预算，可是是不是同样是被腐烂使用，还是说用得其所？这一点其实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放我们台湾，当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来检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建铭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要罢免韩国瑜哈。虽然他前阵说啊，这个老兄弟开玩笑，看起来不是开玩笑，他每次都要提出来哈。他说韩国瑜快被罢免了，他说这是历史的这个宿命啊。他说呢，这个可能韩国瑜上辈子做了一些事，他当高雄市长就被罢免，他像立法院长我要罢免他哦，他反正都做不成啊，所以呢，他业障太深，先天的命。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会帮韩国瑜超度，让韩国瑜早日重新投胎，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人，哦，这是你最大的福报，哦，那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早点离开就早点超生，改邪归正才是正办，所以柯建铭说我会帮他超度啊，要帮韩国瑜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呢说大罢免要花6亿啊，那是浪费公帑。柯建铭就酸说：“你们这些龟孙子，那有种就别罢嘛！那你不知道以罢制罢吗？那我花6亿，那你不要花钱嘛？为什么只有我花钱，你不花钱呢？哦，所以呢，你也是浪费公帑啊！你还讲我浪费公帑哦？国民党说呢，柯建铭是民进党养的乖儿子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什么时候要挺民进党？什么时候要出面？林俊宪、王义川都说呢，等到第2阶段联署，民进党就要全体介入。”开始让公民团体跑在前面，等到将来联署有点气候了，那民进党当然要介入啊。那民进党不介入，你也说我介入啊。那我不介入，既然不介入，你也说我就干脆介入算了啊。所以徐巧芯说呢，你这个算什么？不敢从头支持，这么投机，还想选台南市长？你从头就要开始支持啊！你从头不支持，看到人家有点气候了，像个样子再跑出来，那不是这个投机吗？啊，我们看一下。快抓我！哈，抓我！哎，警察在哪？警察在哪？大声高喊，没有在怕。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被锁定为罢免对象，看来想凝聚非绿支持者注意力，因为全台都掀起了大罢免。非罢免韩国瑜不可。今天主席说，这样的院长可以不下台吗？你竟然上要参加我的告别式，你这句话讲对吗？
我会参加你的立法院的告别演说。多次重申要罢免韩院长，似乎对前一天被韩国瑜亏了一下很在意。不过日前登高一呼，倡议罢免蓝营区域立委，身为赖系立委的林俊宪抛出大罢免的最佳时间点。只要进入第2阶段联署完成后，那就是民进党全力投入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罢免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可以主导的。这些东西啊，你大家等着看就好了。都认为罢免行动要遍地开挖，但到底何时要加入，党团仍在沟通，这也让在野隔岸开战场。我本来还以为他很有尬，只要跟进柯总召，所以没有肩膀的人能够当台南市长吗？我这个洗澡间还是要好好的去面对他自己选区的选民，他现在也是被罢免的对象之一啦。都抓对方痛点，增添罢免的注意力。来，启凯，现在柯建铭啊，已经从以前这个强王变成是破坏王了。只要他有出现的这个场合，那盘古开天开始讲故事，后来就是一定要酸几句，然后弄到后来整个都破局硬干，是更严重是什么？到后来每次民进党都输啊，为什么民进党会输？一个师出无名，第二个你战力也不足啊。柯建铭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你以前那个8年那个顺风顺水，没有民进党过不了那个案子，已经民进党独大，在立法院独大已经过去了。现在是3党不过半。老讲，现在不是只有说，赖清德要开始跟这个韩国瑜要大和解咖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解的这个场面出现。可是现在看到的破坏王都是谁？每次呛香的都是我们万年总召柯建铭，这是多离谱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他为什么师出无名，你看他从这个新会期开始，所有提的，后来出来提的，哪一次是有正当性的？你从多数的民调去看，他都是被推翻了。更严重的，现在民进党，我看他有时候民进党被他带领之下，一开始要先讲道理，不讲道理，用冲撞的方式，冲撞完以后再立法院，哪次不是弄到后来？换民进党会啊，举手举到都已经有气无力了。有没有发现，他们曾经去占领过主席台，结果后来，国民党现在兵强马壮的，不要说男性，你像佩祥跟龙改啊，像尤浩那一种，男性那个壮丁很多，好不好？民进党现在就是老弱残兵很多，你自己盘不出来吗？他后来有一次，他就用一些女性的这个立委，然后去占据这个主席台。打不过陈玉珍。对啊，你看打不过陈丽珍战神，你战神这个陈丽珍，然后后来我们的麦玉珍又上去，一个一个还不是被扛下来。麦玉珍也厉害。所以第一个你师出无名，在理由上面是不充分的。到后来你的战力明明是这么弱，那你为什么一直用冲撞，用8年前这种方式？所以你屡战都是屡败嘛。所以现在柯建铭变成是一个第一个不只是立法院的一个乱源的，我认为他现在带领民进党这个党团也会罩不住了。不只是赖清德，我上次已经讲了，你误判谁是老大，老大已经讲说，总统已经讲说，没有罢免，党中央没有罢免这个计划了，你到今天还在弄，要罢免什么韩国瑜，罢免什么41位这个国民党这个立委，党中央讲话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而且韩国瑜是你们罢免的吗？依照投票啊，要2/3才有办法罢免韩国瑜，你现在还没生那么多票出来，你这不在制造混乱吗？所以我们现在正告万年总召柯建铭。认清楚事实更重要，为了整个台湾的好，你再这样搞下去，我跟你讲，不是只有赖清德哈，觉得说你在立法院老在制造一个事端，连下面你要带的人都到时候都带不动。你看上次他那个文，一次7000字的那个文，一开始有4个立委上去呼应，对不对？弄到后来隔天就发了一个文，只有剩3个，跟随他的部队会越来越少了。上面不挺你，下面挺你的力量也不够，你这万年总召到回来当不成。来，教育。我是蛮佩服柯总召的战斗力，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周末都可以看到柯总召一个人开着记者会，然后这个侃侃而谈，而且非常的慷慨激昂，所以我觉得老兵不死，这个柯总召在立法院超过10届。这么高度的一个政治人物，这么资深，他的智慧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所以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是目前我们都还没有看透柯总召到底在下什么棋，连高嘉瑜都没看透，我们也看不透，目前还参不透老柯的政治智慧。但是我觉得老柯这样子的一个战斗力，确实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因为你看我们软趴趴的。这样子其实，在立法院里面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那老柯这样每天开记者会，至少媒体的版面，然后新闻大家也都看到了嘛。而且他跟韩国瑜这样大吹够，大家看了也开心，觉得这2个最资深的立委都这么有活力，我们还能够如此的懒惰，这个就是懒散吗？所以我觉得能够激起大家的这个战斗力跟这个活动力，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值得学习。来，龙姐，那个林俊宪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俊宪他是第一时间就冲到第一线，就要发动全罢免。那发动全罢免，他第一个附和柯总召，就他讲双罢的时候，林俊宪就已经停了。他停了以后，我一直说不会的，因为赖清德他此时此刻他不想制造太多的战场。他第一个想要先搞的就是美国这边先建立起新的人脉。2月1号，20号，川普上来以后，他搞定了建立人脉管道以后，他国安团队要重整嘛，他不可能现在一直走这个路线嘛。所以你现在在打这个敌赛，真的是坦白讲，柯跟赖的矛盾来自于早年呢、啊，你们在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干事长，在党政协商里面啊，已经签完名去撤签最多次就是赖清德。你连这个账都跟他说？那不是，那赖清德为什么会撤签？我有时候会夸赞赖清德，就是说他在政治洁癖上啊，他比其他人，民进党的其他人要好一点。所以他撤签以后，就他发觉你们这是巧的。里面有暗盘，这一种协商，他去撤签，所以他跟柯建铭是不对盘的，因两个没好的啦。那柯建铭这5月20以后啊，就一直很不顺了啊。从5月17打那一场败仗以后啊，慢慢他跟赖清德，然后那也没有给他任何筹码，他不可能玩得转嘛，转不动了。所以他去搞这种所谓双罢，结果林俊宪一跳进去，林右昌，因为在中常会，林右昌的讲话就代表赖清德了。他说不会发动这个罢免，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去处理这种事情，那对于整个施政团队也会有困难嘛，这很务实的讲法嘛。所以林俊宪就开始转了嘛，转说第2阶段以后，当然民进党要介入啊，这是一个转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柯建铭不是最重要的，那柯建铭因为他也读不到赖清德，就等于已经半撕破脸了。那赖清德还留着给他最后一个脸面。我听到最深的是，准备要把柯建铭要栽培的新竹市长的人一起弄掉了，连这个也不可能留给他了。休息一下再回来。